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AY 实验室，室，这里是 Aaron，这里是 Joey。那么欢迎来到本期视频。本期视频的主题是呢，如何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那么呢，个人隐私呢是我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常见的个人隐私有姓名、性别、手机号码、个人住址、个人邮箱以及身份证号码等。平时呢，你在某个网站上注册成一个用户或者一个会员的时候，那么你就需要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那么应该如何保障自己的个人隐私呢？今天 Joey 来告诉你。平时需要我们提供个人信息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日常当中使用到的外卖、快递以及打车。在这些应用上面，如果我们需要去得到一些服务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提交我们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姓名、手机号码、个人住址等等。并且各大互联网公司都有属于自己公司的隐私条款来保障自己用户的隐私。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看阿里巴巴的隐私条款。在阿里巴巴的隐私条款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严格的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不受外泄。他们只会通过你的手机号码对你发送一些产品的推广电话，但是他们也会收集一些来自于浏览器上你操作之后所留下的信息。并且在网站上，如果有其他机构的营运者一旦点进去了，那么你的个人信息很有可能会被收集到，并且收集你个人信息的服务器很有可能不在中国哦。回过头来，Aaron，我们的个人信息到底是怎么被泄露的呢？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或者被收集的方式有很多，就譬如说我们平时的外卖单还有快递单，这些单子上面都有我们的个人隐私，就是譬如像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公司，他们都是有保护用户隐私的政策和条款的。保护用户隐私的手段呢，是将你的手机号码转换成一个虚拟的手机号码，通过呢分拨号，然后转到你的手机里面去。那么这种方法类似于一些公司，如果需要打电话呢给高管，需要先打电话到前台，然后呢再由前台询问到高管，然后询问完高管之后，跟他汇报来意，然后再转给高管。举个例子，像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平台给外卖员的手机号码都是临时的，过2个小时之后就需要再次重新申请，类似于在电脑上的 DHCP 服务释放 IP 以及重新获取 IP。但是呢，你的姓名也依旧会在外卖单上，你的手机号码虽然说是虚拟的，但是依旧会有泄露个人隐私的风险。那么反过来看呢，你的包裹上肯定是有一张快递单的，否则呢，快递小哥就无法将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快递单呢可就截然不同了，你的个人信息呢是工工整整的写在快递单上的。或许呢你的收件人写的是假名，但是收件人的手机号码肯定就不是假的了吧？因为如果是假的话，那么快递小哥就无法打通你的电话，将快递告诉你放在哪个地方。如果当你拆开快递的时候，直接将快递扔掉，那么呢你的信息就会完整的暴露给别人。如果说你认为只是泄露了一个手机号没什么大不了的话，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大家都知道，支付宝和微信都具备有转账功能。当你转账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机号码或者是邮箱验证对方的实名信息。在支付宝上，你的姓氏是被打上了星号的；在微信转账中呢，你的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是被打上了星号的。这也是保障你的个人隐私的其中的一项措施。但是这种方法貌似不太见效。但如果你的姓是生僻字的话，可能你会幸运那么一丁点儿，可能别人猜不到你的姓。但是你想一下，当一个人同时拥有了你的支付宝和微信的转账号的时候，并且向你转账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同时等于获取到了你的姓名信息了呢？所以从根源入手的话，记得收完快递，开心之余把单号撕掉，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才是关键。然后呢，这里我就要提一点，就是说，当你向别人转账的时候，那你的身份信息，就比如说你的姓名，它是可以进行验证的。如果说你的姓名被别人猜到，并且他填入到他的个人信息栏里面，那么你的姓名就会完整的被暴露出来，那么这就是一个风险了。所以说，对于个人隐私而言，不得不再提到的一点就是大数据。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的软件工具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一个数据的集合。大数据技术呢，是指从各种各类的数据当中快速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的一种能力。
适用于大数据的技术包括大规模并行处理 MPP 数据库、数据挖掘电网、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数据库、云计算平台、互联网以及一些可扩展的存储系统等等。那么你知道吗？在网络上面登记或者注册某一账号的时候，你可能填写的信息就会被录入到这个媒体平台内部的数据库当中，作为数据储备。所以在这个体量巨大、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极低的数据库里面寻找一个人的信息，可想而知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么说到数据库，不得不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的故事，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内容是我的一个朋友因为身份信息被泄露了，被骗走了银行账户里边所有存款的一个真实案例，真的不是无中生有。我这个朋友呢，有一天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多次往返内地与香港，涉嫌不良交易。不过他那段时间嘛，也确实特别频繁的往返深圳与香港之间。最恐怖的是呢，那个人连他的出入境记录都知道啊。这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信息到底是怎么被泄露的。也许是入境处的入境记录有外泄的可能性。初步估计那个团伙当中其实是有技术人员潜入了入境库的 database， 就说需要调查他的银行户口，需要他提供准确的身份信息以及个人资料。其实但凡有点安全意识人都知道啊，不会有人真真正正的去要你准确的身份信息的。我那个朋友自然是没有相信啊，以为是诈骗。可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犯罪团伙能绝到一个什么地步啊！他没给，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又接到了一则号称是内地公安局的电话，说他们与香港什么资产安全管理局有交接，说他有不明的交易记录，需要提供银行账户以及身份信息，否则就冻结他在内地的所有资产。这时候他就有些怂了，给了身份信息之后，第二天上午就收到了另外一则电话，那个骗子连他的所在公司，连他的个人商务编号都查出来了。他就信以为真了，就相当听话的把自己内地银行的所有资产转到了一个所谓的公安账户里面。在这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收到任何电话，然后钱也就这样华丽丽的没了。然后他报警了，警察就告诉他说，我也没办法。所以说我就觉得整件事情很迷啊。第一，就算是进了 database 找到了他，后来他银行的商务编号又是怎么在半天的时间内就查到的呢？这个技术得有多逆天啊！对于以上案例的评价呢，我给2个字：绝了。这里呢，我将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了。这个知识呢叫做社会工程学，也称为呢社交工程学，一种学习技术时呢必备的学科。Social engineering。我先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定义。某些非容易获取的信息，利用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语言学、欺诈学将其三者融合，有效的利用人性的弱点的，并最终获取信息为最终目的的学科称为社会工程学。那么呢，黑客将社会工程学定义为非计算机、非 bug， 转而使用其他如人际关系一致、欺骗、欺诈、威胁、恐吓，甚至实施物理上的盗窃等手段。这里有个加 F， 看到了吗？物理黑客获取信息的手段可能为社会学的名词，但是呢，计算机入侵中，社会工程学这个字条经常被广泛的使用和定义。所以说，总体来说啊，社会工程学呢，就是使人们顺从你的意愿，满足你的欲望的一门艺术以及学问。它并不单纯是一种控制意念的途径啊。什么？但它不能帮助你掌握人们在非正常意识以外的行为，且学习与运用这门学问呢，一点儿也不容易。它同样蕴含了各式各样的灵活的构思以及变化着的因素。无论是什么时候需要套取到所需要的信息之前，社会工程学的实施者必须掌握大量的相关信息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花时间去从事资料的收集啊，或者是进行一些必要的如交谈性质的沟通行为，并且呢，你还要在社会工程学的进行中准备多个身份。就譬如说，你要去社工一个银行的员工，那么你可能就需要打扮成一个银行的行长。
如果呢说需要入侵一个公司的内部系统，那么你就需要呢去充当里面的一个技术人员。所以说警察就是最好用的一个身份， Yes. 毕竟权力最大。对。与以往的入侵行为相类似的就是社会工程学在实施以前呢，都需要完成很多相关的准备工作的。这些准备工作甚至要比其本身更为繁重。对，如果呢你对社会工程学很感兴趣的话，那么不妨去看一看《黑客帝国》，还有一些类似于黑客之类的电影。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对，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就是从这些电影里面衍生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说，社会工程学定位在计算机信息安全的工作链中的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上。我们经常讲啊，最安全的计算机就是已经拔去了插头的那一台，这个叫做物理隔离哈。也有人说，对付骇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计算机断电。所以说，对此我只想问一句啊，这句话谁说的？你站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我只能说，这句话纯属误导啊！我只能说，也就是朋友，你太天真了。真实的情况，你可以去说服某人把这台非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容易受到攻击的，并且带有漏洞的计算机连上网络，并且启动提供日常的服务。所以说，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人在这个环节，在整个的安全体系当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像地球上的计算机系统，不依赖人类的手动干预，人是有自己的主观思维的。所以说呢，人就是在这个环节中具有特大的功能的。就譬如说呢，你在进行的过程中，人可能是充当一个进行者，电脑呢可能不受你的控制，但是呢，人是可以控制电脑的。所以说，他呢就可以通过人去控制别人的电脑，来达成他想要的目的。对，由此意味着信息安全的脆弱性啊，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会因为系统平台、软件、网络或者是一些设备的年龄等因素有所差异。无论是在物理上还是在虚拟的电子信息上，任何一个可以访问系统某个部分的人，都有可能对此构成潜在的安全风险与威胁。所以说回之前那个案例啊。不过能进得去还能全身而退的，我真的觉得挺厉害的。Yes， 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一些对信息安全有一定学问或者了解的人，可能就会问：互联网社工库的传说是否是真的存在？都市传说是不是真的？首先说呢，我这里给你们说一下，什么叫社工库？社工库呢，就是一个存储了通过社会工程学获取的个人信息的服务器数据库。自称呢可以帮助你判断你的密码或者个人信息是否已经被公开或者泄露。即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输入你的自己的密码，如果他查询出来是你的账号，那么你的号码已经可能被盗过了，或许说你的密码因为被别人暴力破解过，然后呢它就会显示在那个信息栏里面。那么没有意思的你们可能就在泄露自己信息的同时呢，被有心人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那么呢，社工库也就变成了某些人查询你身份信息的工具。所以配图，这个就是我们的社工库。那么呢，说回社工库这个东西是否是真实存在的？我给出的回答是真的，它是存在的。哇哦！并且呢，这个社工库的恐怖指数远超你我的想象。哇哦！2000万余条的信息也就算了，并且呢，连你的银行流水上面的金额都能够查出来。哇哦！而且现在交叉推算。普通人的密码对拥有庞大数据库的人来说视若无物，穷人根本不在眼里。社工库里面会包括姓名、身份证、你的银行卡账号，还有你的身份密码那些的，就譬如说你的用户密码，还有你的银行卡密码。当然，如果说是你个人隐私没有做好的话，那么你的银行卡密码被泄露出来也是非常有可能的。然后呢，还包括你的住址、联系方式。甚至呢，可能把你的户口本上面家人信息全部录入下来，并且最关键的是，这些拥有数据库的人，把个人信息的数据都存放在国外的数据库上，在国内呢是无数据库、无备份、无纸化、无 U 盘，就算呢是警察找上门来了，也无法找到那些所谓的个人信息，甚至说实名举报都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那么这样子说，是不是让你感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呢？不过大家也不用这么担心啊，我们建立 AY 实验室的初衷呢，就是培养大众网络安全的意识，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共同努力去营造一个和谐的网络氛围。还有要叮嘱的就是各大社交媒体或者是网络平台的账号密码，千万不要让电脑帮你记住。就比如说你去网吧那些公共的场所，或许呢他们都是拥有一定还原的，就你重启之后它的数据会没掉。但是呢，如果当你在下机之后，你没有退出你没有对这个机进行重启，那么呢你的保存密码还是会在这里上面。所以说你宁愿自己记住，也不要贪省事让电脑帮你去记住该密码。就比如说是百度的 cookies 背后的 cookies data， 都极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出卖你。这里呢就有一个叫 Wireshark 的那个抓包工具，在上面呢它可以捕捉到你 post 出去的信息，上面的可能是加密的密码，但是呢通过一些手段就可以将你加密的密码给破译出来。而且在一些平台知道用户名之后，其实跑字典是可以跑出来的哦。Yes。暴力破解也都是可以 run 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一来你丢失的就是自己的隐私，严重的呢就会丢失钱财。那么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这些穷人哈，丢钱不要紧，重点是丢人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拥有一个网络安全的意识，一定要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所以说呢，我们平时用的 WiFi 都是有个路由器的。当你把一个路由器设为成一个很简单的密码，譬如说8个1、8个8，这样子呢很容易就将你的密码暴露出来。然后呢，别人呢一些有技术的人就会可能通过在路由器里面的抓包对你的信息进行抓取，从而获取你在浏览的网页那些，还有你的 QQ 密码，甚至是银行卡密码那些，所以说一定要做好防备哦。也就是所谓的 WiFi hack。我是不是你第一个 WiFi hack 的对象呢？我没hack过你家的路由器啊。但是你教我怎么用 Bro 了。我没有教你啊。你给了我 Bro 的安装包啊。去你的。难会。好了，那么在以后的视频里面呢，就会跟大家去讲解有关密码学、社工、编程、网络安全的一些普及，包括一些硬件学的知识。当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深入的去讨论这个话题，对，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深入的密码学相关的知识，请大家拭目以待。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不妨给我们一个点赞、订阅，再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哦。我们会在不定期的推出视频，并且在小铃铛里面推送我们的信息。随缘推送是吗？没有，定期，好吧？好。那好，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